时光的唱歌第8集，废墟中的回忆，孤独的旅途画面展现加巴行走在废墟地带的孤寂景象，周围被风沙与残破建筑包围，气氛压抑而神秘。加巴内心独白：力量、选择、后果，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无尽的轮回罢了。他停下脚步，在废墟中找到一座被损坏的祭坛，上面刻有他熟悉的符文。触摸符文后，记忆的碎片涌入他的脑海。加巴的过去回忆场景切入，展现加巴曾是某个王国的守护者，肩负保护人民的使命。年轻的加巴身穿华丽的铠甲，手持一把散发神圣光芒的剑，与伙伴们并肩作战，守护王国的安全。王国的危机，某天，王国遭遇致命威胁，敌人使用强大的黑暗力量，使加巴陷入两难。伙伴 A 焦急地说：“加巴，只有那个仪式能救大家了。”年轻的加巴犹豫，可这力量的代价是未知的，我们可能付出更多。最终，加巴选择使用禁忌的时光之力，尽管击败了敌人，但也导致王国的时间被撕裂，无数人被困于永恒的轮回之中。内心的阴影回忆结束，画面回到现在的加巴，他面对祭坛上的符文，眼中流露悔恨。加巴低语：“我已经见证过无法承担的选择能摧毁一切，这次我不会再让历史重演。”他取出符文碎片，将其嵌入祭坛，祭坛开始发光，揭示一段新的讯息。下一个线索的位置指向远方的碎星高地。辛迪的追踪。当加巴准备离开时，一群神秘的追踪者出现，他们正是第6集中现身的敌人，似乎一直在跟踪他的行动。追踪者首领冷笑：“加巴，传说中的堕落守护者，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。”加巴拔出剑，冷冷的回应：“看来你们还不明白。跟踪我只会自取灭亡。”激烈的战斗爆发，加巴展现了冷静而高效的战斗技巧，击退追踪者，同时保护符文不被夺走。孤独的决心。战斗结束后，加巴独自走向远方，画面聚焦于他的背影，配以内心独白。加巴内心独白：“佳期，希望你能明白，我的选择不仅是为了你，更是为了这个世界。”画面切换到远方的沙漠，佳期依然在尝试解开宝石的秘密，两人的分离与各自的旅途形成鲜明对比。画面切入追踪者残余与神秘黑影的对话，黑影低沉而威严：“加巴的行动让我们的计划更加明确，继续逼近，他的决心将成为我们最大的筹码。”黑影消失，留下悬念与不安的氛围。时光的唱歌第9集，重拾勇气。沙漠夜晚的孤寂，加巴一人行走在广袤的沙漠中，夜晚的星空无垠，气氛静谧而压抑。加巴内心独白：“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，选择会让人这么痛苦？我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？”他想到王国毁灭的景象，自己的无力和亲友的失落表情让他难以释怀。此时，一阵沙暴突如其来，他艰难地寻找避难所。沙暴中的神秘遗迹，加巴无意间找到了一处隐藏在沙丘中的遗迹。遗迹内有一个古老的石碑，上面刻着熟悉的符文。石碑内容描述了一位古代英雄面对过去的罪责，但依然选择面对未来的故事。加巴低声读着石碑：“背负过去，才能拥抱未来。勇气不是逃避，而是接受。”这是对我的嘲讽吗？他坐在石碑前，陷入沉思，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与挣扎。佳期的出现，画面切换到佳期，他透过宝石找到加巴的方向，毅然决定前去寻找他。佳期对自己说：“我知道你一定又一个人跑去面对什么危险的事情了，加巴，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再一个人承担一切。”他克服沙暴的阻碍，最终在遗迹中找到加巴。两人的对话，佳期进入遗迹，看到加巴独自坐在石碑前，神情落寞。佳期走近，语气温柔：“加巴，这一次，我不会让你把所有责任扛在自己肩上。”加巴抬头，眼神复杂：“佳期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曾经犯下什么错，救下多少人又毁掉多少。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坚强。”佳期坐在他旁边，语气坚定：“没有人是完美的，加巴，我也犯过错，但重要的是，我们还有机会去改变未来，不是吗？”两人沉默片刻，佳期递给加巴一壶水，气氛逐渐缓和。沙漠中的危机就在两人开始休息时，一只巨大的沙虫突然袭击遗迹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佳期惊呼：“加巴，小心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加巴快速拔剑，准备战斗，别让他接近这里的石碑。两人合力对抗沙虫。加巴凭借冷静的战术和强大的战斗力，最终成功击退沙虫。佳期则利用宝石的力量保护了两人。重拾信念。战斗结束后，加巴看着佳期，露出难得的微笑。加巴低声：“佳期，你说的对，
也许过去的错无法弥补，但未来还是值得去奋斗的。佳期调皮地笑着，这才对嘛！我可不想一直跟一个闷闷不乐的搭档旅行。加巴将石碑上的符文踏下，两人踏上通往碎星高地的下一步旅程。结尾画面拉远，两人的身影在晨曦中并肩而行，远处是延绵的沙丘与金色的阳光。加巴内心独白：背负过去，才能拥抱未来。谢谢你，佳期。画面切到沙暴中，一群神秘追踪者出现，注视着两人的方向。时光的战歌第10集，异端的挑战画面从晨曦的碎星高地开始，天空中漂浮着不自然的魔力光环，整片高地充满不安的氛围。加巴环顾四周，语气低沉：这里的魔力波动太强了，有人故意留下这样的痕迹。佳期惊讶地看着宝石，我的宝石也在震动，像是受到了某种共鸣，这里肯定藏着什么大秘密。两人沿着魔力光环的方向，发现一座被魔法结界包裹的古老废墟。在废墟中，一名异端魔法师罗西恩现身。他身披破旧的长袍，手持一根染血的法杖，眼神冰冷且充满疯狂。罗西恩冷笑：没想到居然有人胆敢踏入我的领地，你们是来夺取这里的魔法之源吗？加巴警戒地握紧武器：我们不是来夺取什么，只是路过。如果你放我们走，我们不会多管闲事。罗西恩狂笑：路过，那就让我看看你们的力量是否有资格继续存活吧。他挥动法杖，召唤出数个魔法构造体，向加巴与佳期发动攻击。加巴与佳期共同迎击魔法构造体，加巴以精湛的剑术摧毁几个构造体，但敌人的数量源源不绝，战局愈发激烈。佳期焦急地喊：加巴，我的宝石能吸收这些魔法力量，我试试看。佳期将宝石对准构造体，成功吸收一部分魔力，让敌人变得脆弱。加巴抓住机会，迅速解决剩下的构造体。罗西恩见状，冷笑着激活废墟深处的魔法资源，一个巨大的黑暗魔法阵展开，周围的空气瞬间变得冰冷。罗西恩疯狂地咆哮：你们的力量不值一提，看看真正的魔法力量吧！加巴皱眉：这股力量，如果不阻止它，整个高地都会被摧毁。佳期坚定地说：我们必须合作，加巴，我需要你的力量，来激发宝石的全部潜能。两人合力，加巴将自己的力量注入佳期的宝石，形成一道强大的光束，与黑暗魔法阵正面对抗。光与暗的对抗将废墟变为战场，最终光束成功摧毁魔法阵。罗西恩被击倒，临死前他露出悲哀的笑容。罗西恩虚弱地说：魔法是人类的希望，也是毁灭的根源，你们终有一天会明白的。他的身体化为尘埃，消失在风中。在废墟的核心，佳期找到了一块刻满符文的石板，上面记载了古代魔法的创世历史。佳期翻译符文内容，惊讶地说：加巴，这里提到了时光之钩，这不是单纯的力量，而是一场平衡善恶的试炼。加巴沉思，看来我们的旅程还远未结束，这里只是一个开端。结尾画面切到废墟之外，远处的黑影再次出现，注视着两人离开。神秘黑影低语：时光之歌的试炼，加巴、佳期，我会等着你们走向命运的终点。时光的战歌第11集，燃烧的荒原，炙热的阳光无情地照射着大地，空气中热浪翻腾，仿佛每个呼吸都在燃烧。远方的火山持续嘶吼着，炽热的岩浆像熔铁般沿着焦黑裂缝缓缓爬行。荒原上，尘土与火光交织成一幅绝望与希望并存的画面。佳期用破旧的不小心地捂住嘴，汗水沿着鬓角滑落，眼神中满是怀疑与不安。这温度真像是烤肉摊现场耶！咱们到底敢不敢穿过这火炉般的地狱？加巴眉头紧锁，手中握着早已磨损的武器，语气坚定却隐含焦虑。这条路是通往下一个命运转捩点的唯一选择。除了火热，这荒原还隐藏着更不可名状的危机。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一阵剧烈震动，热浪中隐约掠过几道巨大的身影，似有不明生物正悄悄逼近。两人尚未回神，一只庞大、全身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熔岩蜥蜴便猛扑过来。佳期惊叫道：靠北，这只东西怎么全身都在冒火？加巴迅速拔剑，冷静吼道：熔岩蜥蜴来了，他们对着炎热有天生优势，但看我如何利用这地形反击。加巴一边用剑招吸引着蜥蜴的注意，一边低声指示：佳期，用那宝石引风，赶快造个临时避风港。佳期则专注地运用宝石散发的凉气，瞬间在身旁形成一片清凉屏障。然而激战中，佳期身力不支，终于重重地倒在滚烫的地面上，脸上的痛楚与决心并存。
加巴抱起气息微弱的佳期，艰难地继续前行。随着步伐深入，荒原的景象逐渐变得扭曲，火光中仿佛闪过昔日并肩作战的同伴影像，逝去的故乡与王国毁灭的惨状，连佳期倒地的那一刻也如幽灵般反复出现。加巴心中震撼，喃喃自语：这地方不只是温度够高，它会挑战人心底最深的恐惧与遗憾。他强迫自己稳定情绪，心跳与剑光交错中，终于发现了一处看似暂时的避难所。在避难所内，佳期慢慢醒来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坚毅。他悄悄递上一只水壶，语带幽默又充满暖意：别小看我啊，加巴，你那倔强的脸别总是板着，咱们是一组的，无论多难，我一定陪着你走下去。加巴回以一抹略显疲惫却又温柔的笑：你这口气比那火山还硬脾气，但有你在，连这荒原也没那么不靠谱了。两人重新上路，来到荒原深处，一个活跃的火山口前，赫然矗立着一座神秘石碑。石碑上刻满古旧符文，隐约提及着时光之歌与世界之平衡，让人联想到最近网络上热议的逆袭与转折故事。佳期迫不及待地拿出笔记，兴奋道：这符文不就跟上阵爆红的逆风翻盘剧情一样吗？也许这就是我们等待的关键线索。正说话间，火山猛然狂喷熔岩，滚烫的岩流直冲而来，两人只得使出全力奔逃，在生死边缘展开一场与自然的搏命赛。在绝望的瞬间，加巴挥舞手中破旧的剑，突然爆发出一股意想不到的神秘力量，劈开熔岩流，为两人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。两人互望一眼，心中既庆幸又感到一丝不安。刚喘过气，加巴停下脚步，望着后方仍咆哮的火山，心中独白道：就在此刻，远处一个熟悉而阴森的身影悄然现身。那追踪者低声笑着，似乎在看透一切。加巴猛然回头，心头一凛，脑海中闪过一个不可置信的念头：这个神秘人竟与当年共度生死的旧友极为相似，而传闻中那位旧友曾因一桩震撼秘闻而彻底改变人生轨迹。正当两人准备再度踏上未知旅程时，神秘追踪者步步逼近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他缓缓开口，语气中既带着讽刺，也充满挑衅：你们以为逃过了火山的追击，就能解开这一切吗？真相远比你们想象的更残酷。那些痛苦与失落，正是为了唤醒你们内心最深的秘密。佳期的心猛然一颤，脑海里闪过幼时的记忆与未曾解开的谜团。加巴则惊疑不定，他开始怀疑自己一路以来的抉择是否早已被人精心操控。就在这时，石碑上符文忽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，一段隐秘的历史透过投影般的影像徐徐展开，昭示着一个连两人都无法预料的命运转盘。当画面定格在那震撼的光芒中，观众不禁要问：这火山口究竟藏着何种历史的真相？佳期与加巴是否早已陷入一场精心布局的棋局？那位神秘追踪者又将如何翻转他们的命运？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认为这一切究竟是命运的捉弄，还是有人在背后操控？又有哪些真相正等待着你们去发掘？时光的葬歌第12集，宿命的对决，夕阳将整片荒野染上淡金色，风中夹带铸钱和尘土的气息。加巴与佳期并肩而行，脚步在这荒凉大地上敲出沉重节奏。佳期侧头望向远方，低语住：这景色让人想到最近网络上那些凄美的纪录片，真是有够震撼。正当两人走在这条不见尽头的小路上，佳期忍不住好奇问道：加巴，你那把剑法听说超神秘，过去一定有很多事吧？像是那些传闻，不只是个人恩怨而已。加巴眼中闪过一丝苦涩，语气低沉却带着坚定：有些故事真的不适合拿出来说，毕竟每一次回想都像被那火焰灼烧。话音未落，一阵冷风呼啸而来，似乎预告住不祥的消息。远处站在夕阳余晖下的是一个熟悉却又让人心悸的身影——艾克萨。他身穿破烂披风，黑色长剑在目光中闪着冰冷的光芒，嘴角挂着一抹戏谑的笑。艾克萨语调轻蔑地道：加巴，好久不见，你以为躲起来就能逃避过去的阴影？真是天真。加巴握剑的手微微颤抖，心中掀起层层波澜。艾克萨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还想继续挑起这段孽缘吗？随着艾克萨的出现，画面闪回至那段尘封的记忆。那时，加巴与艾克萨曾经是同门师兄弟，共同修习剑道。然而，当艾克萨为了追求禁忌力量背离师门，害死无数同袍，师门信仰就此崩裂。此刻，艾克萨冷冷道：还记得那天吗？我曾发誓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加巴的内心像被尖锐的冰刃刺中，他咬紧牙关：你害死了太多人，这
这不是力量，是彻头彻尾的疯狂。语气里隐藏着无尽的悲愤与自责。艾克萨不屑地笑着，语气中满是讥讽。疯狂，你才是那个连现实都看不清的人。现在哪个直播节目不是在讨论英雄的抉择？你这点胆量，早就输给时代潮流了。突然，艾克萨猛然挥剑，破空之声伴随着夕阳余晖下剑影交错的火花，两人在这荒野上展开激烈交锋，剑光如流星般划破夜色。佳期站在一旁紧张喊道：“加巴，小心啊！”就在这紧要关头，佳期急忙掏出怀里那块闪烁着温暖光芒的宝石。正当他打算协助加巴时，艾克萨突施黑暗魔法，瞬间将宝石的光芒撕裂成一串尖锐的哀鸣。别乱插手！艾克萨冰冷的声音在风中回荡。这场对决是你和加巴之间的宿命。加巴拼尽全力闪避着对方的猛烈攻势，他心中回想着曾经的誓言，每一次挥剑都代表着守护那些曾受伤的人。于是他借着佳期一丝不易察觉的鼓励，反手一剑正中艾克萨身形。看到加巴陷入险境，佳期不甘示弱，大喝一声：“我不会让你再伤害我们！”他即全力激发宝石潜藏的力量，璀璨的光芒如同台湾夜市里最亮的霓虹灯，照亮了整个荒野，瞬间瓦解了艾克萨的黑暗魔法。艾克萨一时间面露错愕，却依旧勉强挤出轻蔑笑容。别以为你这一招就能逆转我的宿命。激战过后，加巴趁势压制住了艾克萨，剑尖直逼对方咽喉。艾克萨似乎毫无畏惧，反而嘲弄地说：“就这样结束，你不如动手，免得让仇恨一直纠缠住你。”加巴眼中闪烁住挣扎与悲悯，低语：“杀了你，只会让你的仇恨变成永远的枷锁。”他顿了顿，突然心生一念，竟放下了手中沉重的剑。艾克萨脸上先是错愕，随后勉强回以一声冷笑，随风而散，仿佛从未真实存在过。然而，远在高处的某个角落，却有一双冰冷的眼睛紧紧注视着这一切。就在加巴与佳期以为一切暂时告一段落时，月色中传来一声熟悉却又陌生的低语：“加巴，其实你知道吗？这一切都只是开始。”佳期猛然转头，看见原本以为已消失的艾克萨竟从暗影中缓缓走出，脸上不再是轻蔑，而是充满复杂的哀伤与期待。原来艾克萨并非全然邪恶，他曾经也被一股神秘力量操纵，而这力量正暗中左右住每一个人的命运。此刻他的出现不仅代表住宿命的延续，更是揭露了隐藏在背后更大秘密的开端。有人早已在暗中操弄这场对决，让所有人都成了棋子。加巴心中一震，脑海浮现无数疑问：难道我一直以来的信念都只是别人精心编织的幻影？那真正的敌人又是谁？他感受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暗暗变色。而佳期则紧紧握住宝石，心中暗想，这不只是宿命对决，更是一场关于信任与抉择的试炼。他轻声对加巴说：“我们的路从来不是那么单纯，你敢相信自己的直觉吗？”镜头拉远，在那月光与火光交织的荒野上，两人的身影显得格外坚毅。观众不禁思索，当命运的棋盘被暗中操控，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？而这场宿命对决又将引领我们走向何方？感谢收看本集动画《燃情冒险启程》，共同追寻梦想与奇遇。每周全新更新，请记得订阅频道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，一起探索无限精彩的动画世界。欢迎加入我们的梦幻旅程，共享感动与惊喜。现在出发。拜拜。